and slow. Your brain. 深夜，僵尸猎人正在加班冲业绩，白云拿着水晶球负责探查丧尸的行踪，黑土则手握枪杆子负责随时随地枪杀丧尸。两人的配合相当默契，但很快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一只饥饿难耐的蚊子盯上了肥婆女丧尸，几口炫下去，吃了个十分饱。蚊子心满意足的飞走后，黑土一炮轰死了女丧尸。然而故事才刚刚开始，蚊子带着甜蜜的负担飞呀飞，结果不小心发生车祸，吧唧一声撞在疾驰的汽车上。开车的小伙子名叫史蒂夫，旁边是他的未婚妻蒂娜，坐在后排的男女分别是史蒂夫的姐姐萨拉和姐夫克雷格。为了庆祝下个星期的婚礼，史蒂夫带着大家到乡村别墅过周末。抵达目的地后，四人兴高采烈地走进别墅，殊不知挡风玻璃上的蚊子竟然扇动着翅膀。没错，它复活了，而且变异成带病毒的丧尸蚊子。它飞到别墅中寻找新鲜的血液。客厅中，大家忙着玩游戏，哪里知道危险就在身边。玩着玩着，萨拉和蒂娜输不起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，两人吵得不可开交，完全听不到蚊子的嗡嗡声。蚊子先是盯上了萨拉，可他情绪正上头，根本惹不起。于是蚊子又飞到克雷格面前，结果一个充满酒气的饱哥差点把蚊子熏死。蚊子飞到肤白柔嫩的史蒂夫身边，直接扎进脖子里。史蒂夫拍了一下，然并卵打得越猛烈，叮得越过瘾，酸爽的感觉让史蒂夫抓心挠肝，恨不得手脚并用。看着史蒂夫怪异的姿势，萨拉和蒂娜终于不吵了，而史蒂夫也在一顿折腾后成功拍死了蚊子。巨大的血量瞬间喷射到了桌子上，大家集体傻眼，什么蚊子居然能吸这么多的血？史蒂夫回到房间，用毛巾把脸上的血擦干净。看着脸色苍白的史蒂夫，贴心的蒂娜要给他送点温暖，怎么送呢？请自行脑补。当晚，史蒂夫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里他们的早餐竟然是大脑做的。吃着吃着，克雷格和蒂娜竟然兴奋地将吸管插进萨拉的脑袋里，一脸享受地吸食着他的脑汁。在他们的邀请下，史蒂夫也抵不住诱惑，上前用力地吸吮。而在现实中，史蒂夫正在用嘴巴狂吸蒂娜的头发。醒来后，史蒂夫很震惊，刚才的梦也太重口了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史蒂夫出现在大家面前时，脸色惨白。他认为是昨晚没睡好的关系，问题不大，只要跑跑步必定能面色红润。于是在早餐做好之前，史蒂夫拉着克雷格到小树林里晨跑。途中，史蒂夫察觉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，他告诉克雷格找不到自己的脉搏。克雷格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紧接着，史蒂夫发现自己的视觉和听觉都变得异常敏锐，能看到100米开外的小鸟，能清楚地听见鸟的叫声，甚至能感受到小浣熊的心跳。回去后，史蒂夫食欲大增，可不管他怎么狼吞虎咽，就是吃不饱。更恐怖的是，史蒂夫已经无法消化正常的人类食物，刚下肚的鸡蛋饼如喷泉一般喷涌而出。坐在旁边的蒂娜倒了大霉，被呕吐物喷了一脸。这下吃饱的没吃饱的全都没了胃口，三人迅速逃离现场，留下蒂娜原地蒙圈。另一边，白云和黑土根据水晶球的提示，已经来到别墅附近。除了在家休养的史蒂夫，其他三人正准备到镇上买点东西。刚出门，他们就遇到了僵尸猎人。黑土问他们有没有见到丧尸，光是听到大脑这个单词都会流口水的那种人。三人面面相觑，以为黑土脑子有问题。可躲在门口的史蒂夫在听到脑子后，真的流下了口水。克雷格曾在网上看过黑土暴打主持人的视频，过去的黑历史被人翻出来，黑土很暴躁，随即和克雷格发生了争执。一气之下，黑土摔坏了白云的水晶球。离开前，白云给蒂娜留下名片，一旦发现什么不寻常的地方，立刻给她打电话。同时还送给蒂娜一本丧尸百科全书。在门后偷听到一切的史蒂夫终于知道真相。起初史蒂夫还不相信，可每次一说出脑子，口水就哗啦啦的流。史蒂夫拿出自己最爱吃的小饼干，假装美滋滋的吃下去，结果全都吐了出来。身体是诚实的，当下他最渴望的食物只有一个，大脑。种种迹象让史蒂夫不得不接受残忍的现实。
肚子饿得咕咕作响，蒂娜的宠物兔引起史蒂夫的注意。他打开笼子准备生吃兔头，可兔兔这么可爱，史蒂夫实在下不去嘴。纠结过后，只是给了兔兔一个吻，又把它放回笼子里。为了解决温饱问题，史蒂夫从仓库里找来一堆装备，准备到小树林里去打猎。凭借敏锐的嗅觉，史蒂夫很快便发现一只臭鼬的踪迹，但这玩意儿实在难以下咽，史蒂夫果断放弃。随后又遇到了小浣熊，别看他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，其实怂得很。听到浣熊的叫声，史蒂夫跑得比老鼠还要快。眼看青蛙也挑走了，他只好挖土找蚯蚓，这回总算成功，像嗦面条一样丝滑地把蚯蚓吃掉。可蚯蚓并没有脑子，吃到一半，史蒂夫又把嘴里的肉吐了出来。他身心俱疲回到别墅，本想从兔子身上求安慰，不料一个没忍住吃掉了兔子的大脑，而这刺激的一幕刚好被购物回来的3个人看在眼里。事已至此，史蒂夫只好坦白自己已经变成丧尸。不过和电影里的丧尸不一样，他还保留着正常的人类意识。为了不耽误下周的婚礼，蒂娜死活都不相信史蒂夫是丧尸，非要吃脑子的话就去外面买。于是他们来到一家肉店，老板端出一盘新鲜的脑花，上到野狼，下到猫头鹰，应有尽有。看着无与伦比的美味，史蒂夫两眼冒光，先是舔了舔，然后才慢慢享用。嘎嘣脆的口感让史蒂夫欲罢不能。老板真的很懂他，又端来一盘大家伙，说是灰熊的脑子，最适合烧烤了。史蒂夫闻了闻，简直爽翻天，然后一头埋进盘子里。如此生猛的操作让老板都傻了眼。回家的路上，史蒂夫的身体再次发生变化，他已经失去痛觉，明明手被车门夹住，却毫无痛感。和大家的恐慌不同，史蒂夫觉得没有痛觉是好事儿。细想一下，除了吃大脑有点恶心，丧尸的其他技能都比人类要优越，好像当丧尸也挺爽的。解决了大脑的来源问题，接下来的日子似乎生活又恢复了平静。史蒂夫甚至利用丧尸的属性各种耍宝，但岁月静好并没有持续太久。这天晚上，史蒂夫抱着马桶疯狂呕吐。克雷格查阅丧尸百科全书，找到了答案。原来一般的动物大脑已经不能适应史蒂夫的身体，就像垃圾食品只能偶尔食用，不能当正餐。史蒂夫要想减轻痛苦，只能食用新鲜的人类大脑。尽管如此，蒂娜仍然自我洗脑，相信史蒂夫很快就能变正常。萨拉看着一脸死人相的弟弟，提议去医院，却遭到蒂娜的强烈反对。总之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能影响接下来的婚礼。蒂娜安慰史蒂夫好好休息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话音刚落，史蒂夫的左耳自动脱落。冷静过后，蒂娜拿来化妆盒，愣是用睫毛胶把史蒂夫的耳朵粘了回去。萨拉实在看不下去，为此和蒂娜大打出手。眼看事态渐渐失控，史蒂夫赶紧劝架。他明白两人都很爱他，萨拉是亲情，蒂娜是爱情，不顾一切想要结婚，全是因为爱。听了史蒂夫的话，蒂娜和萨拉终于平静下来。然而更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，史蒂夫想活下去必须吃人脑。史蒂夫灵机一动，准备抓一些边缘人回来。听到这儿，大家哈哈大笑，连个青蛙都抓不到，还想杀人呢。蒂娜很快想到一个点子，她和萨拉摇身一变成了摇曳生姿的性感女郎。两人打算到酒吧钓鱼。出发前，史蒂夫告诉他们，尽量找一些快老死的或者小混混，最好是恶棍，这样也算为民除害了。酒吧门口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，该挑哪个倒霉蛋呢？就在两人发愁时，一个男人被人扔到他们的车盖上，罪魁祸首正是这个凶神恶煞的大胡子。大胡子一脸坏笑地打量着萨拉和蒂娜的身体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与此同时，留守在别墅里的两个人也没闲着。作为医学生，克雷格拿出西瓜，耐心地向史蒂夫讲解脑部构造，为他接下来的用餐提前做准备。史蒂夫心不在焉，注意力全在克雷格的脑袋上，隔着头盖骨都闻到了肉香。克雷格头皮一紧，骂骂咧咧躲到一旁。我拿你当兄弟，你丫居然想吃我！史蒂夫回过神，赶紧转移话题。美人计果然有用，大胡子被两人灌得七七八八，已经醉得随地大小便。车上的男人被浓浓的尿味熏醒，赶紧逃离现场。萨拉一鼓作气把大胡子骗进后车厢，对方太猴急，上来就想滚床单。好在关键时刻，蒂娜从背后偷袭，把大胡子电晕过去。看着如此壮硕的猎物，史蒂夫激动坏了。他来到地下室准备饱餐一顿，
大胡子被五花大绑，只需一件趁手的工具便能享用美味。然而史蒂夫比划了大半天都不知如何下手，担心闹出人命，克雷格找到名片，偷偷联系了僵尸猎人，希望他们能帮史蒂夫变回正常人类。看到黑土手里拿着枪出现，克雷格这才意识到自己草率了。他请求黑土不要伤害史蒂夫，可惜没用。得知史蒂夫还保留清醒的人类意识，白云改变了想法，他要带史蒂夫回去做实验，他身上可能有抗体，说不定能研制出病毒疫苗，拯救全人类。可是黑土却坚持要杀死史蒂夫。此时史蒂夫找到一把斧头，刚举起来，大胡子却醒了。史蒂夫吓了一大跳，扔掉斧头想离开，没想到门已经被闯进来的黑土从外面锁住，根本出不去。见到黑土的那一刻，史蒂夫吓得抱头鼠窜。巧的是，大胡子也在这个时候挣脱绳子的束缚。黑土并不知道史蒂夫长什么样子，加上大胡子张牙舞爪的干嚎着，于是黑土顺理成章把大胡子当成了丧尸。大胡子来不及留下任何遗言，砰的一声直接上了天。晚膳后，智商在线的萨拉和蒂娜决定将计就计，两人对黑土的行动表示感谢。然而不知情的克雷格听到枪声，误以为黑土真的把史蒂夫杀了。他怀着沉重的心情，非要见史蒂夫最后一面，怎么拦都拦不住。克雷格的乱入扰乱了局面，萨拉和蒂娜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。好不容易要把黑土哄骗走，意外发生，车厢里传来奇怪的敲击声。黑土连忙打开车门，好家伙，史蒂夫竟然神不知鬼不觉钻进车厢中，想偷吃大胡子的大脑。黑土意识到自己杀错人，随即将枪口对准史蒂夫。蒂娜和萨拉先后跑过来，用身体挡在史蒂夫的前面。白云也在旁边对黑土各种洗脑，可不管说什么，黑土都油盐不进。在他看来，清除病毒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所有丧尸。既然劝不动，只能联合起来和黑土硬刚。架不住人多势众，黑土被史蒂夫扑倒在地，大家都让他吃掉黑土的脑子。但关键时刻，史蒂夫的人性还是战胜了来自丧尸的欲望。或许是时候接受现实了。史蒂夫含泪和所有人告别之后，把枪交到黑土手上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黑土准备开枪，万万没想到被白云抢先一步。为了保护自己的实验体，他将黑土当场爆头。白云劝说史蒂夫和他一起离开，只要研制出丧尸病毒的解药，不仅人类有救，史蒂夫也会变成世界大英雄。没想到话刚说完，蒂娜捡起黑土的枪，杀死了白云。做什么实验，大罗神仙来了也不能影响他和史蒂夫的婚礼。影片上映于2012年，故事简单易懂，虽然中间穿插了一些恶心重口的镜头，但总体而言还是喜剧多于恐怖。网上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并不高，不过看完发现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烂。好了，今天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